大家好，我是香港 Henry。之前教大家申请 Wise 账户，申请这个 Wise 实体卡很多人都已经申请了这个 Debit 实体卡，现在应该已经到了还有很多粉丝要问让我出一期教大家使用这个账户日常使用的一个教程。今天就教大家使用 Wise 账户平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使用这个 Wise 账户的日常入金、出金，还有这个 Debit 卡的一个添加到手机，然后日常的一个场景消费的一个体验Wise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转账工具，它使用起来确实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省钱，相对来说货损比较少一点，但是它也有许多注意事项很多这个粉丝反映账户无缘无故就被封控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大家要开这个实体卡的话，我之前推荐大家开通这个美国账户，比较推荐的这些账户呢，就是地区，首先就是美国，下来就是英国，然后就是东南亚地区。这些开通这些地区的一个选择有什么区别？首先是美国的话，你选择美国账户的话，它给你这张卡是美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美国账户。你像其他的话，美国账户你要入门的话，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Wise 呢，它相对来说是最简单容易上手的一个美国账户。有这个美国账户之后，你就能开通美国的 ACH 转账功能。用这个 ACH 转账的话，可以转账给美国本地的银行，这个是无损免费的，也可以用它来入金的一个美国本土券商，这个都是免费的。就很多人想零基础入门美卡，可以说 Wise 这个 Debit 卡是最低门槛。下来的话选择英国地区的话，它也是有这个 Debit 卡的。为什么选择英国？因为它 Wise 的一个公司总部就在英国，所以它用英国这张卡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它的业务功能也比较全。而且英国的话，你用英镑的话，它的那个应用场景比美金的应用场景还要广。而且我使用当中我发现英镑的一个无损的一个场景要比美金的要多一点下来就是东南亚地区，你像这个菲律宾或者是这些泰国越南这些地方，就大家开这个地方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申请这个 Debit 卡它是免费的，可以直接邮寄到家的。就是有些人想就是想开个离岸账户，想用这个外币卡，没有别的需求了就可以开通这个东南亚地区。但是我比较推荐的就是美国地区，因为你开通之后你要存钱，牵扯到你要使用的一个场景，最好就是美国，下来就是英国根据大家一个具体使用场景来选择你开户的一个地区。但是它那个所带的这个币种账户的话，都是分别在不同地区的，这个主卡是有这个归属地的第二个要注意的话，就是不要经常骚操作，因为怎么说呢， Wise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转账工具，你可以把它当成银行，但是它覆盖的这个国家地区比较多那么它就要接受全球这么多国家地区的一个金融监管以及一个限制。你想，你方便的同时，你的监管就更加严格，因为你不仅仅要面对美国的一个监管、英国的监管，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对它有一个监管，所以它的相对来说风控要求是非常高的。虽然它非常容易申请，但是入门容易，但是你要风险操作的话，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说的是什么骚操作？你就是如果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给一些陌生账户转账，也不要去做一些违规操作。就是有些人推荐用这个 Wise 卡，就是出入金这个加密货币这个不是说不可以，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定性是什么样的？你像美国来讲的话，它虽然说可以同意你的存在，但是你这个资金到底合不合法，这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性，因为牵扯到这个税务。你像美国 IRS 美国税务局，他可不管你这些，你即便你这个加密货币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他美国税务局要征你的税，你这个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的一个出入会不会牵扯到洗米洗钱，你这个你没法定性
RS 税务局不管你这个啊，任何你要是通过加密货币过来，它首先是把你判定为你在洗钱，你这个资金来源是什么样的，你牵扯到这个税务，这个税务就很麻烦了。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去操作，而且因为你加密货币它本身的存在没问题，但是你要去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你要适应每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监管规定，你不知道它这个地区的金融监管是什么样的，你万一呢，你违反它这个规定了，你就会被这个当地的这个金融监管要求这个外资给你做一个风控，轻则风控啊那个冻结账户，重则直接给你没收这个款项。所以大家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还是建议听我的建议，就不要给陌生账号转账出账如果长期使用，你短期使用用这个做一个桥梁，做一个资金的一个渠道的话，无所谓，可以用加密货币。你如果常用的话，我不建议这么操作，因为这样的话，你指不定哪天操作触碰了某一个地区的一个监管，你账户就会被 kiss 掉，就是这样。所以说它入门容易，但是它监管也是最严格的。这监管就是每一个国家就是牵扯到税务以及这个反洗钱，你像美国是非常严格的，你其他国家一样的。你这个加密货币，你说白了是一个工具，但是很多国家对它的看法不一样。下来就是这个资料，我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作假，因为在这个海外地区，这个个人的这个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你一旦留下了这个污点，你在银行有这个作假这个记录了，你等于说你的信用坏了。你像外国为什么流行这个信用卡刷卡，它有的时候就是你一个签名就可以。你像咱中国非常就需要你输入这个密码才可以，你现在外国签个名就可以。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造假的成本非常大，你一旦发现你作假，你这个人就等于说在这个金融系统里已经被拉入黑名单了，你就很难再做下去。所以说这个你第一步留下这个污点了，你之后你再想办外卡就很难了，因为你的诚信已经坏掉了。所以说尽量能找办法，能找材料都不要这作假，除非你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反正我还是推荐，真是有效的资料。然后就是转账，尽量，你不能排除有些账户的一个危险性，你也不知道每一个地区的一个金融监管什么样，所以说尽量不要给陌生账户转账，最好的就是只有在自己的账户中往来。出金入金，它就是要证明你这个资金的一个来源，你也好证明你出金的一个渠道，你也好解释。然后就是申请这个美国账户的话，它需要你这个美卡的美国的一个实体住址的一个证明，这个相对来说是美卡比较最低的门槛。这个住址证明的话，你需要先申请一个美国地址。大家要申请这个美国地址的话，也可以看我频道，也有这个具体讲这个美国地址申请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了这个美卡入门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作为一个跳板申请其他的一个账户，这个就算是入门毕业了。就刚才说的，不要做任何有可能被归纳为洗钱的相关操作，因为税务局不管你这个，或者是他当地的金融监管不管你这个。只要你跟你这个资金来源不明，有任何的说那个有可能被洗米的，你想你加密货币过来，你为什么用加密货币？那证明这资金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隐匿性。你为什么要用隐匿？你这资金肯定有点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他们不管你这个，认为你这个资金来源你查不明白，就可能是洗钱。所以说大家这些使用禁忌的话，大家注意一下。所以说玩美卡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一个方便，然后埋下这个雷，你在之后的话留下这个案底就很难操作。下来就教大家如何入金。最简单的话就是大家来香港开通账户的话，开通汇丰或者是的同时开通这个中安银行，用中安银行入金外资。大家首先登录到你的外资账户。然后进来之后，
点击你添加，因为你激活之后会添加相应的一个币种账户啊，我就拿这个英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先把这个英镑账户点击进去，进去之后这边有一个余额账号的一个账号信息啊，或者是点击这个增值，最好其实用增值就可以，点击这个增值，从这里面点进去，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你的英镑账户的一个具体信息，这个有转账的一个信息，你像账户啊、姓名啊、SWIFT 的信息啊，还有这些开户银行地址啊，就是选择本地，然后进入这个中安手机 APP， 然后在手机 App 上点击这个转账，然后因为在那中安的话，它跟那个 Wise 是有合作，它相对来说转账磨损率非常低，基本上没有手续费就会进来，而且操作非常方便，而且非常快速。啊，这个中安银行可以说是秒到的，你转账之后几分钟之内就能到账。啊，下来就是跟我一起进入这个手机 app 这样操作。啊，大家登录这个手机 app 之后，然后点击这个转账，啊，点击这个汇款，然后汇款你选择你要汇款的这个金额，我选择是50英镑。它相对用当天的一个实时汇率兑换成504.94港币，然后选择转账。然后因为之前咱已经申请这个 Wise 账户，点击这个登录 Wise 账户，然后点击同意并授权，然后点击确认，它会跳转到这个 Wise 登录界面，登录你的 Wise 账户。稍等一会儿，它直接进入你的手机 App 端了。点击同意，是我本人登录，然后点击授予这个使用权限，就等于说这个 Wise 跟那个中安银行在这一步就已经绑定关联了。你看这个实时汇率，还有这个兑换的一个数额，然后点击继续。在这边点击添加收款人，这是我之前入金的这个盈投证券的。填写收款人信息的话，就是个人，是有这个账户的一个全名，就是用拼音拼你的张三有张三，李四有李四，然后这个 IBAN 就是你的那个 Wise 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把这个复制粘贴进去。然后点击确认，确认汇款的一个信息，这50.56英镑，然后504.94港币，然后确认收款信息没有问题就确认。汇款已经提到交了，正在处理，这已经成功了。从中安银行已经那个汇款到那个 Wise 账户了。这个汇款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当时转了之后立马就到了50英镑。来看看这个时间，10:41收到这个申请，10:41已经发送了，10:41在 Wise 端已经查到这一笔款项已经到 Wise 已经到账了，基本上可以说是秒到。它显示这个实时汇率。可以下载它的一个详单，在手机端获取这个 PDF 的一个数据。你可以在上面看一下你的转账的一个详细一个汇款一个信息，会员号这个汇款，那个姓名、地址什么的，大概看一下这个兑换了兑换的这个费用，以及总共只花了3.97港币，这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损的。然后下一步就是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 OCBC 在手机端入金。大家没有这个新币账户的话，把这个点到最后加一个新币账户，我已经把这个添加了，所以说现在就不用那个，在这边点击这个账户，然后进去之后
点击这个增值，增值之后选择这个10个新币，然后它这边显示没有可用的一个付款方式，在这边添加，然后进来之后你看啊，这个转账的一个费用，这里连接的银行账户是0.29新币，它这个快捷转账的话是0.31新币，最低的转账费用是 PayNow 跟银行转账是0费用的。我选择 PayNow， 然后点击继续。PayNow 会给你一个转账二维码，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华侨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然后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立马转账过来。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动输入这个信息的。这个下面会有这个 PayNow 的一个转账的一个详细信息，去手机端、客户端，然后点击这些信息，先登录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账户，在这边点击这个 PayNow， 然后点击会进来，选择这个 UEN VPA，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UEN VPA 什么意思？它就是9位数的10位数的一个字符号，类似于这个香港的这个转数快的转数号码。然后进去之后付款至这个 Wise， 因为新加坡华侨银行转账的，它一个前提是你需要提前12个小时之前把这个账户添加到这个手机 app 里面。我是提前12个小时已经添加了，所以大家要转账的话，提前先把这个添加到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这个转账名单里面，12个小时之后才能操作。然后选择这个转账这个金额，刚才选择10新币，然后我从这个360账户转账出来，然后选择这个数额之后点击继续，然后查看付款，这个是10新币，然后付款至 Wise 账户，然后看一下你的个人信息 ，Wise 账号跟参考编号，这个参考编号在刚才那个你转账的时候，在下面会给你提示一个参考编号，最好的话就直接用 PayNow， 这个我就告大家用这个华侨银行怎么转账。进来之后可以滑动，然后这个 Wise 就收到这个转账信息了，也是几乎秒到10.02转的，然后10.02 Wise 收到这笔转账信息的到账了。然后就是这个新加坡华侨银行 OCBC 转账入金 Wise 的一个方法。我用的是那个 GSE 账户，那个多币种账户入金，我用的是那个美金，转了$750到这个 Wise 账户。我用这个美金转账，用多币种账户转美金到新加坡华侨，到那个 Wise 账户。这个视频教程我会单独抽一期在那个华侨银行日常使用这个视频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期也会抽。然后就是大家收到这个实体卡之后，这个 Wise， 因为像东南亚地区的话有些地区的话是可以先收到这个虚拟卡片开通之后再申请这个实体卡。我是美国这个 Wise 账户，我是先申请这个Wise 实体卡之后再开通这个虚拟账户的，教大家开通这个虚拟卡的一个开启。因为我这个 Wise 实体卡已经开通了，就是教大家用这个 Wise 这个虚拟卡道理是相同的。点击这个申请一张新卡，然后这边有实体卡我已经加入的 Apple Pay 了，然后这个数码卡虚拟卡是免费的，点击这个立即申请，然后数码卡，再选择这个可以在全球各地消费，然后使用手机支付，安全的一个付款方式及时更换你的卡资料。就是如果觉得你的信息被盗用了或者是被盗刷了，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 app 上面更换这个虚拟卡的一个卡号、账户信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刷实体卡的话就绑定这个，如果不想刷这个实体卡的话，只是偶尔用一下或者用来集卡的话，建议把这个实体卡可以直接锁住，然后用这个数码卡支付，通过网上手机端 app 支付，或者是用的 Apple Pay 支付。然后 Wise 实体卡只开通这个取款功能，然后点击之后就是你的数码卡现在已经可供使用了，显示我的实体卡。这个现在就是数码卡跟这个实体卡都在这个账户里面。然后怎么添加这个 Apple Pay 呢？然后登录这个手机账户手机 Wise， 然后在这个卡这个选项里面点击添加这 Apple Pay， 然后从那个钱包添加到 Apple Pay， 然后
你几分钟，然后立即就可以开始消费了。而且这个具体这个汇率如何呢？我也给大家试了一下，我在那个超市买了一瓶可乐，花了10块5，它这边显示是扣了10块5港币，然后它这个汇率呢，算一下10块5港币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8这个新币我当时在这个账户扣的话，也是差不多1.8的一个新币的一个扣款。那相对来说是汇率也是实时汇率，还是比较好的。你像实体卡是一样的。